时人烧香久为财，不知财从善中来。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复自来。真正的有福之人，一辈子有三不碰，越不碰越好命。你知道吗？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由内而生的。一个人若想真正的有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的福气，他就必须要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泰。人无德必自毁。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一定是严于律己，注重德行的人。尤其是这三样，千万不要碰，越不碰越有福。第一，不碰品行不端之友。曾国藩说，一生的失败，皆关乎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一个人的成败，跟所交的朋友有非常大的关系，必须慎重。交朋友可以没钱，可以没财，但是一定不能没有品，没有德。宁和君子淡处，别和小人深交。人品是做人的根本，交友的底线。和品德高尚的人交朋友，平和愉悦，如沐春风；和人品不端正的人来往，勾心内耗，如坐针毡。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要尽量的远离品行不正之人，以避免一些事端的发生，殃及自身。第二，不碰不义之财。俗话说得好，不义之财不可取，不义之人不可交。生活中难免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做人千万不能丢掉原则。钱财它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可千万不能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必遭横祸。你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钱财，就是埋在生活当中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要你去偿还。有福之人不会因为这些不义之财让自己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有损德行的钱财不正，有损自身前途的钱财不取。聚之有道，用之有道。每一分钱，咱们挣得放心，花得安心，福报自然而然就来了。第三，不碰婚外之情。有人说，爱情里最珍贵的10样东西，是不期而遇的相逢，毫无保留的信任，会心一笑的默契，奉陪到底的忠诚。婚姻的底线是信任，是忠诚。如果我们逾越了婚姻的底线，即使破镜重圆，背叛之痛也是2个人这一辈子的心结。婚姻中遇到比爱人好的人，会心动很正常，这是本能。重点是面对这份心动，你是否能够保有初心，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人品和责任心。人这一辈子要想守住幸福的家庭，守住延绵不断的福报，首先就要守住自己那颗对伴侣忠诚专一的心。明代的诫子书《了凡四训》中写道，命由我造，福自己求。福报不会自己从天而降，而是靠我们个人所作所为，我们不断地积累福报而来的。修德贵在人心，福报自然而来。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无财不养道，很
很多人误解为没有钱就不能修道，其实不然。无财不养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是道生出来的，不光是财富，就连你，包括天地万物都是道生出来的。那么无财不养道，道生出这个财富给你干嘛呢？不是给你挥霍的，不是给你享受的。无财不养道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让我们用来修道的。我们按照老天爷的意思去修道，去迎合道，我们就入道了。入道了，道就会推着你往前走。就像很多人裸捐一样，他越捐财富越多，而你赚到了钱之后去吃喝嫖赌，你就违道了，违背了天道，就会遭到天谴。人活着就是修行。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白龙马、沙和尚，这5个人表面上看是5个人，其实就是1个人。它代表着人的5种欲望，这5种欲望就是贪、嗔、痴、慢、疑。今天很多人被骗被割韭菜，不就是因为贪吗？你不贪，没人能骗得了你。今天你和别人吵架了，就是因为你起了嗔恨心所致。唐僧就是一个代表，经常怀疑孙悟空。孙悟空告诉他前面有妖精，他不听。3打白骨精的时候，还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山。孙悟空就是嗔恨心太重了，看谁都不服，成天打打杀杀。那个猪八戒就是贪，不光贪吃贪睡，还贪财好色。那个沙僧就是痴。而白龙马是什么？白龙马是傲慢，所以就让你变成马，被人骑，被人鞭，就是让你断除这个傲慢之心。修道修什么？就是让我们要放下贪嗔痴慢疑。你经历的所有的事，遇到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让你把贪嗔痴慢疑这5毒给修掉，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达到更高的维度。道德经中讲，德要配位，才要配德。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幸福的，悲惨的，成功的，潦倒的，人生的种种经历，无一不在启发我们觉悟。人生就是一个边走边悟的过程。在很多人眼里，尘世间最好的时光就是回不去的时光，最好的地方就是没去过的地方，却忽略了我们最该珍惜的是自己当下拥有的美好。一个人注重修养德行，可以带来广泛的人脉和惊人的财富。有才无德是一个人最大的灾难，德是才之根本。小德配小才，大德配大才。德是做人之根本，人无德不成人，义不成器，无才不养道，无德不存才。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深意？用金钱来折磨你的心，看你有多诚心；用名利来折磨你的魂，看你能站多稳；用美色来折磨你的性，看你有多淡定。德不立，才难聚。正所谓春若不耕，秋则无望；少若不勤，老无所依。
真正的生财之道，不是运气和取巧，而是自律、积极和勤奋。这世上赚钱的路上，不怕困难太多，只怕好吃懒做。哪怕莫学历莫资历，只要有手有脚肯努力，照样可以财源广进，厚德载物。德行是财富的地基和根本，人若无德，就算天降横财，也会擦肩而过，无福消受。德高方聚财，一个人有多大的德，就能聚多大的财。范蠡被古人称为一代商圣，还是最早被供奉的财神爷。财神爷之所以是财神爷，不在于他巨富有财，而在于他品高有德。当年他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功成名就后，毅然辞官经商，一生中3次成为巨富大家，却又3次散尽家财，济贫救困。司马迁说他19年之中3掷千金，在分散与贫教书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善能积福。王阳明说，人常为善，必有善报。一个人的福气，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内心的善良。种下善因，终得善果。善良的人终究会得到报偿。德能聚财，善不积，不足以得福；德不立，不足以聚财。不善良的人没有福气，德行不够的人不能聚起财富。一个人的财富和德行成正比，一个人的德行越好，财富越多，福报也越深。了凡四训里讲，想100金财富，必定是100金人物；想1000金财富，必定是1000金人物。静能延年。王阳明说，究极仙经秘旨，静作为长生久世之道，久能御之。一个保持安宁，静坐不忘，可以养身长生。静坐是很好的养生法门。李白、苏轼、白居易、陆游都喜欢静坐。静者能养心，因为心为5脏之首，所以养好心便能养好身。黄帝内经讲，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中医讲，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调神摄生，贵在静养。一个人如果可以保持心智的宁静，自然可以安和5脏，长生久世。人一定要认清事实，看懂修行的真正用意。财富的本质在于流通，流通产生价值，价值来源于需求。小富靠勤，大富靠命。那么久富要靠德，因为德是无形的。有一次孔子准备招收学生传播大道，孔子宣布，要想来学习大道，先拿来3条束修、腊肉以作学费。很多来报名的学生议论纷纷，听你孔先生讲话还要拿腊肉去交换，你这人太自私了。结果拿腊肉来听课的人很少。孔子的弟子很焦急，对孔子说，咱们还是别收腊肉了，名声不好，很不利于您的思想传播。孔子说，
连3块腊肉都舍不得拿的人，你还指望这种人会传播我的思想吗？一个愿意散财提升自己修为和德行的人，注定一辈子受人敬仰，福泽子孙。谈钱色变是当下修行人最大的恐惧，背后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别把自己标榜成君子，在这个物质丰盛时代，品德修为正直端正的君子怎么可能缺钱？中庸忠言，大德者必得其民，必得其寿，必得其禄。真正德行高的人，甚至可以改命。外在的财名根本不是问题，人要致力于内在的东西，比如品德和智慧，而不是追逐更肤浅的层面，比如名或者利。孔子有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的位代表常出花接触我，当然也有获得金钱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不要担心没有钱或是没有地位，你要担心什么？患所以立，是说你凭什么拿到富贵，或者达到这个财富水平。立，有能力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有德行的意思。只有你不断的致力德行，很多外在的很多东西自然就会来到你身边。财富也是如此，就像你今天种下一棵树苗，你只有不断的致力于养护它的根，它就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或者开出绚丽的花朵。否则树根腐烂，树难活也。赚钱要致力于真正的核心的东西，相信福报，福慧双修才能赚大钱。高手不但谈钱，还谈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多价值，合理赚取更多财富，以财施德，升华自己的灵魂高度。读书和赚钱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前者让你不惑，后者让你不屈，两者相结合，才是真正的不困于世，不流于俗。赚钱本身就是最大的修行，表面赚钱，实质通过给予付出来扩大自己的心量格局，修炼这颗心，通过赚钱这个媒介让你认识世界，认识自己。通过赚钱的现象，也让自己知道什么钱可以赚，什么钱不能赚，做事合法、合理、合道、合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如何能够了悟今生的使命？如果投资注定是一场修行，何不趁早开始进行？人是否由物质走向精神？如果活着时没有能开悟，那么意识离开身体时能否认知到高维？面对自己的短板，我们累生累世都有相应的使命。我们真正的使命就是面对自己的短板，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完成的，要超越的部分。这些可以通过不同的事情来历练。现实发生的不同的事情，面对这些事情出现的障碍，都直接指向我们自己内在的缺失。我们在现实当中，大部分人寻找的是一种五行相生的状态，这样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题目是什么。实际上真正成长的题目发生在五行相克的那一点上。为什么发生在相克的那点上？因为在那一点上不圆满，
而那就是我们要超越的，就是我们的使命，精神和物质。人实际上是从精神走向物质，不是从物质走向精神。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有什么，就会投影出什么样的物质状态。但我们人以为是颠倒的，总是认为我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无法真正启动内在精神的成长。实际上这种认知是对物质和精神从属关系的颠倒。投影源决定投影的像，而不是投影的像决定投影源。如果我们希望靠物质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具备了内在成长的能量的话，这是一个误解。无财不养道，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来悟道的。就像有句话说，无财不养道。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你没有钱就谈不上去修道，当你没有后顾之忧了才可以去修道，这样理解反了。其实无财不养道说的是，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来修道、成道和悟道的。就像火箭里装满黄金，火箭是飞不起来的，只有在每个空间装满燃料，它才能飞得足够高。所谓的燃料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把所有的财富都用来修行，都用来内在提升，这个时候才符合无财不养道，因为那是生命唯一的意义。我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一切只有为这个服务，才能够最有效的在今生今世得到真正内在的提升。其实所谓的开悟，不是一个持续发生的事情，它是在那个当下与高维连接。当有了这个连接后，对生命的方向有了理解，在离开的时候就知道生命的去向在哪里。所以有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在生命里你开悟过，对你整个生命的方向、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去向都很清晰了。这时候你一定是往高维去走。钱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东西，它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口袋钻进另一个口袋。命里的钱是有定数的，从来不是你去找钱，而是钱主动来找你。谁最值得拥有，谁最真正需要，钱就会主动选择谁。钱是有灵性的，不要总是说没钱。一个人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他身处困境中的态度。逢人卖惨，或许得到一时的宽慰和帮助，看似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习惯性喊穷会让自己失去更多。钱，选择节俭的人，从身上掉的钱，哪怕1毛，也不要不屑一顾。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1分也不多花。如果你花钱似流水，挣一个花俩，在殷实的家底也会败光。除非你家有金矿，否则没有人会替你的大方买单。不要把钱花在其他女人身上，亏妻则百财不入，财不外露。钱最怕的就是被别人发现。学会闷声发大财。明代名家真言集，增广贤文，客不离货，财不露百，谗言不可听，听之或殃解，兄弟听之别，
朋友听之书，亲戚听之诀。钱是善良的，但它也有邪恶的一面。当你把钱看得比亲情重要的时候，你已经成了钱的奴隶。人要有善良的心，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不要为了钱做亏心事，不要以为没人知道。天知地知钱知，故所谓厚德载物。有德才有德，无才不足以养道，无德不足以存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每一次的好运降临，都是你付出善意的回报。善良是一种投资，用自己的善助人，得到的是财运；用自己的善待人，得到的是后福。一个人养成做善事的习惯，钱自然会源源不断的来。在财富自主层面，要想实现人生的自由度，就需要提升生命的能量，因为能量主宰一切，万物皆为能量。实现天人合一，就是采补宇宙能量，就是开发全脑潜能。而修成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就是要尽到本分，就是要快乐、认同、担当。这是自主生命科学的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了凡四训上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密感无不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想改变命运，向善积德，我们要做到孝敬父母，经常微笑，眼里充满着善意，心存感激，懂得感恩，随缘放生，引导人向善。积德才能立财，积和才能旺家。看透金钱的本质，才能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解脱。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修行悟道的，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功德都是来升华我们自己灵魂的。有缘之人，感谢你看到最后，感恩所有遇现，愿您有所启发，留下一句厚德载物。愿我们都行走在道上，修行在德上，实现道德合一，知行合一，心脑合一，天人合一。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积累无量功德。